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在上一讲，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维摩诘经在佛教中的地位和它的重要性。今天讲维摩诘经第一品的大义。在没有讲这个大义之前呢，我跟大家讲一讲什么叫净土。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想要得到他心中所想要的净土。那么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但是净土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找到的一片净土，应该是很和谐的、安定的、幸福的、快乐的。那么不管是哪一个宗教，都有讲到这个净土。那么我希望说，大家透过这个佛教的经典呢，来了解一下，在佛法经典中里面所讲的净土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开讲这一部维摩诘经的因缘。那么在没有讲这部经之前，我要跟大家讲佛经里面的6种成就。在每一部佛经开篇都有6种成就，维摩诘经也不例外。第一种成就是什么呢？叫信成就。信即是如是。我们每部佛经都有如是我闻这4个字。那么如是之法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佛所说的。所以呢，我们对佛所说的这个法深信不疑，这叫信成就。第二呢是闻成就。闻就是听闻呢，闻即是我闻。这个我是代表结集这一部经的人，就是阿难尊者。因为这一部维摩诘经是阿难尊者说出来的，把佛所讲的他重复的说出来给大家知道。那么所有人觉得这部经是的，是佛曾经说过的这个就叫结集。好多佛经都是弟子们听到佛陀说了以后到最后结集，到最后成为经典。那么这一部经典是阿难尊者亲自从佛陀那里所听闻而来的，这就叫闻成就。佛陀在即将入涅槃的时候那么侍奉在佛陀身边的阿难尊者就请问佛陀说佛陀涅槃之后，经典的结集怎么样才能够让人家升起这个信心呢？佛陀就说阿难在结集经藏的时候，经的前面应以如是我闻为开始。
后来呢，在结集佛陀的经典的时候啊，阿难在这个经的最前面就用如是我闻4个字，证明这身经典呢都是阿难亲自听佛所说的道理。所以呢，你凡是读佛教的经典都有这4个字，叫如是我闻。这就是阿难当时请教释迦牟尼佛所定下的一个规矩。那么第3是实成就。这个实就是一时。佛经里面呢，不是像现在这样把这个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记得清清楚楚。只要众生与佛有缘，佛就会现身说法，感应道交，不失其时，所以这叫实成就。那么另外呢，之所以呢不标明这个年月日是因为佛陀有时候在天上说法，有时候在人间说法，每个地方它计时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用一时来代表佛讲经的时间。第4种成就叫什么？叫主成就。这个主就是指这个说法这个主人那么佛经里面说法的主人就是释迦牟尼佛叫佛陀我们这个佛教里面有3宝叫佛法僧那么在这个梵文里面就是布达达玛桑嘎。那么布达呢，翻译我们中国话叫觉，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意思。因为佛为世间出世间说法化导之主，所以呢叫做主成就。那么佛经里面呢，有的是在佛的这个加持印证下，菩萨所说的法也叫做佛经就是法王印证演说妙法，这个就叫主成就。你看像《维摩诘经》这部经，其中里面有佛说，也有维摩诘大居士说，也有文殊师利菩萨说，还有天王的说法。那么这些呢，都是在佛陀的印证之下，可以称为经。那么第5是处成就，处就是处所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讲每一部经都在不同的地点在讲。所以我们通常呢读佛经里面就会读到如是我闻，以时佛在什么什么地方为什么人说法。处成就呢是指佛陀或者菩萨说法的地点。那么像维摩诘经这样的这个所谓大部头的大乘经典它说法呢，它不只是一个地方。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维摩诘经在说法的时候有几个地方呢？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有2次4会2次就是这2个地点，4会2个地方的有4次讲经所以叫2次4会。2次第一呢是在毗耶离安罗树岩处就是佛在那个地方说法，这是佛所住的地方。那么第2个地点是哪里呢？就是维摩经舍。
大家知不知道维摩经舍有多大？维摩经舍里面呢，只有方丈那么大。虽然是方丈那一点点大，但是呢，它小容大。在小小的一个藏室里面，它能够容很多很多的这个狮子宝座，都不会感觉到拥挤。我们的后头都会讲到的。在这一部维摩诘经呢，在2个地方说法。维摩经舍方丈这个地方呢，是维摩诘居士，也就是说维摩诘大菩萨所住的地方。2次释会的释会就是4次讲课，在讲法。一是在毗耶离安罗树园叫初会，这是第1次在讲法。第2是在维摩诘经舍方丈初会。第3是在维摩诘经舍方丈重会。那么第4是在毗耶离安罗树园再会。等于说2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初会还有再会。那么第6种成就是什么呢？叫众成就。众就是听法的大众，因为释迦牟尼佛每次说法都是为众生而说法。我们常常讲说，如来如者如如不动，来者应众生的因缘而来。释迦牟尼非常慈悲，只要有人想听法，有人想求法，那么佛就会马上现身为其说法。所以呢，这个听法人很重要。有人讲法，那么也有听众。如果没有听众，那么你向谁说法呢？所以呢，就有这个众成就，大众听法的成就。所谓的众成就，这个范围很广就是指里面有凡人有圣人聚会在一起。那么每一部经里面有释迦牟尼佛的声闻弟子，有菩萨弟子，还有天龙八部，还有呢所有一切的善男信女，所以叫圣凡聚会。那么维摩诘经也一样，佛在毗耶离安罗树园以大比丘众说法，跟他们在一起。大比丘中有多少人呢？有8000人聚。在那个时候，你想2500多年前呢，光这个大比丘就8000人了。菩萨有多少人呢？菩萨有32000人。那么这个梵天王有多少呢？梵天王有1万多人。还有呢12000天帝，以及诸位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优婆塞、优婆夷呢，就是在家的男众弟子，还有女众弟子，有这么多人一起来参加这个盛会。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佛以这个无量百千诸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大家想想看，就是那种盛况。释迦牟尼佛在宝座上，有这么多出家的、在家的，有小乘弟子，有菩萨弟子，有天上的人，各种各样的人来听法。这个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盛会这6种成就也叫6种正信。有这6种成就，便可以证明呢，这一部经是佛所说的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读佛经的一个尝试我就想普及教育让大家知道一下，每一部经都有6种成就，正因为有具备了这个6个条件才能成就这一部经典。那么现在第2点，我跟大家讲讲维摩诘经第1品叫佛果品。我们来看一看在佛果品里面它的要义是什么佛果品呢，顾名思义就是在讲佛的国土，就像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教化众生。你说娑婆世界是一个清净的呢，还是一个染污呢？你们想把这个问题想一想如果叫你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你是怎么回答的？然后我们等一下看一看最后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的。在这个第2点里面呢，第1个小标题呢我要讲一讲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毗耶离安罗树园享视神通的那种圣境。因为呢有好多佛经为了大众升起这个信心，所以呢佛呢都会常常用这个神通显示这个神通让弟子明白佛法的某一种道理。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所以这个维摩诘经有14品，那么每一品呢我都是一种选要把这个经中的要义把它选出来不是一句一句的来跟大家解释。因为我觉得呢，如果一句一句跟大家解释的话呢，这部经要讲的很长时间，还有呢比较繁琐我怕你们没有时间没有耐性，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讲这个维摩诘经叫维摩诘经要义把那个重要的意义提出来目的呢是让大家对这个维摩诘经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对这个佛国净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这样以后你们自己看这个维摩诘经，或者在修行过程当中，希望能够给你们一种启示。维摩诘经里面讲到说在毗耶离城有长者子就是长者之子，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叫宝积宝就是宝贝的宝，积呢就是积累功德的积。那么他呢有500长者子，都拿着7宝盖来到佛说法的地方。因为他们对释迦牟尼佛非常恭敬，非常虔诚他拿了这个7宝盖到了佛说法的地方恭恭敬敬的顶礼。顶礼之后呢，他们把这个7宝盖拿来供养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展示了他这个神通之威力让这500顶宝盖合成一盖，遍覆3000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广长之相都想象在其中。又此3000大千世界之须弥山、大海、江河、川流泉源以及日月星辰都想象在宝盖当中。还有呢，十方诸佛说法也想象在宝盖之中所以你看这个宝盖这个宝盖里面不得了，十方所有一切诸佛说法也没有离开这个宝盖之中，都在这个宝盖之下。
当时呢，这个一切大众啊，看到佛陀的这种威神之力，叹未曾有啊，他们看以后都傻眼了啊，这个怎么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他们呢，恭敬合掌礼佛啊，久久的瞻仰到佛陀慈悲的尊容，觉得哇，这个佛陀太了不起了，有这么大的神通力。佛以神通力啊，把这个500顶宝盖合成一大盖，在其中设下了无比庄严的佛国净土。这是什么境界呢？这就是叫一多不二的境界。凡夫众生啊，都有分别，一是一，多就多。怎么一跟多怎么是合为一体呢？怎么能够500顶波为一个？然后呢，它能够变现无穷的境界。但是从佛法里面来讲，一没有离开多，多也没有离开一。所以真正的佛法的境界是要超越于这种名相、分别、概念，你才能够进入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也就是不二法门啊。所以不二法门呢，是维摩诘经里面的中心思想啊。我希望你们好好的把这个不二法门这4个字记起来。我讲维摩诘经的时候，你们可以别的不记得没关系，但是不二法门这个4个字你要记起来，因为这个跟你将来修行会很有帮助的。你将来修行要得到解脱，得到自在，那么你一定要证得不二法门。当你证得不二法门的话，你就没有烦恼啊，你就不会迷惑了，心里面就会很开朗、自在、解脱。所以不二法门就是解脱法门。作为长者之宝集呀，即以佛腔以寄颂也啊。这个时候看到佛显现神通，非常的高兴啊。那么他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啊，他能够用寄语来歌颂佛的功德、佛的神通力啊。他说：“既将大圣以神变，普向十方无量土。其中诸佛仰说法，一是一切细见闻。”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亲眼看到释迦牟尼佛以神通力来变现，在这个宝盖里面的无量的世界都在其中，无量的诸佛在里面说法，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啊。然后呢，他还说：“他说，释迦牟尼佛啊，说法不有，亦不无，以因缘故知法生。”啊，他是赞叹释迦牟尼佛说法太了不起了啊！就是他的说法，他不无啊，就不执着有，亦不无，也不会执着无，以因缘故知诸法生。就是诸法之生起来的话，就是都是因缘和合啊。所以呢，所有一切法，你说是有的是错，你说无的也是错。因为所有一切法呢，都是泛有都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所以我们《金刚经》里面，释迦牟尼告诉我们：凡是有相，皆是希望我们在对一切事物认识的过程当中从有到泛有到空，到最后空空，这就是对于一
一切法的一个认识的过程，也是你修行境界的层次。好，我们现在一般仿佛看到现前所有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我们修行人通过修学佛法以后，我们知道哦，因为这都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所以它是一种泛有。既然是泛有，那么本体就是空的啊。那么它本体是空的，你也不能指责它一个空啊，因为它还有它的一切事物的存在，有它的现象，有它的妙用啊，你不能去执着它。宝积长者子啊，他还要赞叹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智慧不可思议啊。他说：“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皆为世尊同其语。是者神力不共法。”什么意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以一因演说法啊，释迦牟尼在说法的时候啊，那么是一个声音，但是呢，每一个众生他的根器不一样，他的智慧不一样，他的业障不一样，所以呢，他所理解的佛法道理也有深浅啊，所以这叫众生随类各得解啊。众生随着他的这个业报身啊，随着他的根器，随着他的这个智慧深浅不一样，那么他领悟的也不一样啊。就像啊，在佛经里面说盲人摸象，有的眼睛瞎了看不见啊，那么你问他说这个大象像什么啊？他摸到这个象的大腿就好像像柱子一样，他摸了这个肚皮以后，哎，好像像一肚钱啊。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佛法在那里啊，本来就是那样子啊，但是呢，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根器不同啊，所以皆为世尊同其语呀。佛陀所讲的是同样那一句话啊，现在是叫皆为世尊同其语。是者神力不共法啊。那么因为呢，每一个人他的这个智慧不同，领悟到也不一样，所以叫不共法啊，就是佛所说的一因演教，但是每一个人所得到都不一样的佛法，叫不共法。宝积长者子他讲了很多啊，但是因为呢我们时间关系，我就找了几句比较有代表性的提出来来供大家这个分享。那么以上所讲这个内容是属于《维摩诘经》里面的细分这个细分呢就是叙说因缘了。从这里开始以后那么就进入这个众中分所以在这个《维摩诘经》第一品里面前半部是细分后半部是属于众中分。我们讲的第二个小标题就是佛陀开示什么叫佛国净土，如何修菩萨净土法门。这是在众中分里面一开始，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要让我们了解什么叫佛国净土，如何修这个菩萨的净土法门。那么这个到最后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再次这个显示这个大神通、大妙用让弟子们看一看什么是佛法大乘的境界。那么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呢，在第一品后半分这个长者子宝积要求佛说佛果净土的清净庄严是什么样子，同时呢又要请求这个释迦牟尼佛说一说
一切菩萨所修的净土法门是什么？那么长者子呢？这个宝积他用这个偈语来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功德智慧神通妙用之后那么他就对着释迦牟尼说世尊说这500长者子就是宝积带的这个500长者子，都已发了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因为这500位长者子看到佛的想象这个神通妙用感觉到佛法不可思议，当下就发了这个菩提心。这个菩提心还是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就是重复的心那么他说现在呢，请你老讲一讲什么叫佛国净土。长者子宝积他说唯愿世尊说诸菩萨净土之行这个是请求释迦牟尼佛说法。我们在好的经典里面就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是弟子们请佛说法，所以这个法是要请的就是我们要请佛说法，佛才会给我们开示。那么维摩诘经这里面也不例外也是宝积请佛说法，开示什么是佛国净土，怎么样来修菩萨净土法门。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说说宝积你能为一切菩萨问我菩萨净土之行，他说太好了，你要好好的听，要善加思维他说我一定为你说菩萨净土法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宝积还有这个500位这个长者子非常高兴听到佛愿意为他们说法了这个时候呢大家静静的聆听佛陀的开示。释迦牟尼说宝积他菩萨所依的佛国净土，就是一切众生之所有。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菩萨的佛国大或者是小，取决于他们所度化的众生有多少。太好了！什么叫佛国净土佛国净土的大小取决于他们所度的众生有多少。也就是说，你度的众生越多，你的佛国净土就越大。也就是说，你帮助人更多，你的福报就更大。还有呢，释迦我们讲说，菩萨的佛国的美好，取决于众生趋恶向善的程度他说菩萨依据众生来世生于何国的可能性，我尽日之智慧，并建立佛国净土，也依据了这种可能性，我萌生菩提道根，建立净土。释迦牟尼佛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样呢？他说菩萨之所以要建立佛国净土，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非常慈悲，他怕众生听不懂他就用一个比喻。他说比个例子，像有人在一个很宽敞的地方建造宫殿，可以随其所需来建造，不受任何的约束还有障碍。他说但是如果这个人在这个虚空之中来兴建这个宫殿，自然不会成功你在半空中建这个宫殿，当然是不实际同样的道理，菩萨是以众生为基础，以成就众生，使令众生呢离苦得乐，我建立的佛国。他的这个佛国并不是
建立在虚空之上啊，我是依众生而有啊。所以释迦牟尼这一段开示非常精彩，就说明什么呢？就说佛国净土是因众生而有，离开众生，你没办法成就佛国净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人不能离开众生。虽然众生也很麻烦，但是呢，我们这个修行人不要怕麻烦，我们要跟众生打成一片。你度的众生越多，你的成就越大。所以呢，佛菩萨的净土是建立在众生的基础之上啊，这一点大家要听明白啊。这个是维摩诘经佛陀给我们的智慧啊，就是说我们想要拥有一片净土，首先你心中你要有众生啊，你度不了很多众生啊，最起码要把你周围的人把他度了啊，把家里的人啊把他度了啊，你能够度的众生越多，你的福报越大。所以呢，大家记得佛国净土不能离开众生。还有释迦牟尼讲说，布施是菩萨净土。当菩萨成佛的时候，一切能舍这种国家财产啊、身体啊、生命啊，不染着贪爱这种众生，就会升到这个国土来。他说持戒是菩萨净土。当菩萨成佛的时候，一切戒恨清净得十善道的众生也会升到这个国土来。忍辱是菩萨的净土啊！菩萨成佛的时候，一切因能行这个忍辱啊，这个忍辱而身行美好啊，这个忍辱是非常重要啊！你能够修这个忍辱恨啊，那么你就会有福报啊，你就会更加的庄严啊！继32相的众生，也便怎么样来生他的福果啊！他说精进是菩萨净土。当菩萨成佛的时候啊，一切这种很勤恳的修习种种功德的众生，也会升到他的国土啊。他说禅定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的时候，心住一境啊，摄念不乱的众生，也便来生他这个佛国净土。他的智慧是菩萨净土。当菩萨成佛的时候，一切得证智慧的众生也生他的国土啊。所以呢，在菩萨修行过程当中，一切法皆是佛法啊。六波罗蜜、四摄、慈悲喜舍，所有一切法都能够成就你的佛国净土啊。所以呢，佛国净土呢不是天然的，都是要通过我们自己要去修行啊。你心里面发的心有多大，你的佛国净土就有多大。你修的这个佛法，你越深越广，那么你的佛国净土呢就会更加的庄严啊。所以不管是哪个佛国净土，都是由修行人成就的。你看像西方极乐世界是谁成就呢？就是法藏比丘在因地的时候发了48个愿，来成就众生，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因为他有这样的怨恨这样的悲心、广大愿才能够成就了这么清净庄严的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说说宝吉说如果菩萨要想建立佛国净土，应当首先
清净其心，随着内心的清净，浮土自然也就相应的清净了。这个是维摩诘经里面很关键的一句话所以大家记得，我们读维摩诘经第1卷讲到，你想要清净国土，那么首先呢，你心要清净，心清净，一切国土就清净。你心是清净的，你所看到的一切也是清净的。这个时候这个听众中的这个舍利弗大家知道，这个舍利弗是佛的10大声闻弟子之一他得到了佛陀这个威神之力那么心中便升起一个疑问他心里面就这样想，他说，如果说菩萨要想清净其心才能够使国土清净的话，岂不是说我佛如来当初在做菩萨的时候也有不清净的时候吗？这个舍利弗他心里面有这种疑惑。那当然释迦牟尼他有他心通的人，他马上就知道这个舍利弗心中有疑问了，便对舍利弗说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他说，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吧。比如这个日月如此明洁，岂有不洁呢？大家知道明月都是非常明洁的，对不对？他说明月哪有不洁的时候呢？他说不过呢，如果那种眼睛坏了，瞎眼的人呢，他是看不见明净的月亮的。所以佛国净土，你的心如果说清净的，佛国净土一定是清净的。如果你看到佛国，看到这个国土不清净，那不是佛的问题，而是众生的问题。舍利弗就回答说说是的，世尊你讲的非常好，并非日夜不明而是瞎眼之人自己视而不见那么释迦牟尼又说了，他说舍利弗他有人看不见佛陀的清净庄严，这不是如来的过失他直接就佛陀马上就开门见山就要破除了舍利弗心中的这个疑惑他说，我的国土清净无秽，当你却看不见，所以呢才会生出这样的疑惑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位叫罗辑梵王就告诉了舍利弗说你不应该有这样的疑惑念头。他说，你怎么会觉得佛的国土有不净秽染呢？他在我看来，释迦牟尼佛的国土是清净明澈，有如自在天宫一样的明净庄严。那么舍利弗就说了，他说，我明明看见这个娑婆世界是一个什么丘陵坑洼就是你看到这个世界的高高低低不平那我们看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山都是由这个沙砾土石堆成的它这里面有种种秽物满盈其中他说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么清净那么这个罗辑梵王就说他说，我看是你心中有高低染净的分别所以呢才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看见了不净染秽
他说啊，舍利弗啊，他说菩萨对一切众生身怀怎么样平等之心啊？他说其深厚谦敬之清净心，以佛的智慧为所依据，所以能够在这个国土中降到清净啊。那么这位这个罗辑梵王刚刚把这个话讲完之后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就以用这个脚趾略按地一下，又无穷无尽的这种珍宝装饰起来的3000大千世界立即显现出来。这个时候释迦牟尼展现这个神通啊，要给这个舍利弗还给其他人看啊，看这个佛法不可思议啊，看看这个娑婆世界究竟是清净的呢，还是染污的啊？所以呢，立即显现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显现出来的这个3000大千世界是什么一个世界呢？是华丽庄严如宝庄严佛本人在用他的无量功德装饰这个佛国净土那么佛陀周围的所有一切的这种听众看到这样的这种殊胜的景象赞叹不已。他就觉得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这时所有听众都发现自己就坐在莲花宝座之上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想象这个神通力来给大家看一看，娑婆世界的国土其实是清净无染的。我们凡夫众生为什么会看到的是一个染污的，看到是一个空空洼洼的一个世界呢？就是因为我们众生的心不平，所以呢，你所看到的才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佛陀于是呢对舍利弗说说你就看看我这佛国净土的庄严吧。他说难道还不清净妙好吗？那么这个时候舍利弗就回答说是的，我佛世尊以往我未曾得见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说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今我亲眼看到现前的一片清净庄严的国土这个时候呢，舍利弗就心服口服说原来佛跟众生同在这个世界，但是因为心清净跟染污不同，所以呢他所见到的境界也不一样。佛陀告知舍利弗说，佛所住世的这个国土从来都是这样的清净庄严。他说如果有时看上去会有生这个污秽恶劣，他说那只是为了向众生显示所谓的染跟净虽然是众生的行为善恶所得，是福还是罪都是因缘果报在释迦牟尼佛他就说他这就像色界的知天人，虽然在同一个时期中起食用餐，但依据他们这个福德的不同，那这个饭食的色香味也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福报不一样嘛，所以呢同样是盘里面的菜，但是呢你吃起来的话味道是不一样的现在听起来是很高深，但是其实呢，如果我们想一想，在平常的时候，当我们心情好的时候，你吃了普通菜觉得很香我们佛教叫菜根香就是你心里面是有道，一个修行人他吃到菜根也是香的。但是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你给你山珍海味你也觉得不好吃就是我们一个人的心情很重要
所以说呢，那个释迦牟尼讲说，舍利弗啊，如果有人心中清净，他自然能降到这个国土，都是以种种功德装饰起来的一个美好的世界。那么就在这个佛陀凭他的神通力实际上他的庄严妙好的国土的时候那么从这个毗梨中前来礼敬并听佛陀演说的宝吉，连同他另外的带来的这个500位长者子都同时得了不生不灭无生法忍的智慧就是这个宝吉还有500位长者子听到佛的这样说法，看到佛显示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以后，当下就证到无生法忍的智慧。那么他得到这种无生法忍的智慧以后，他看到这个世界又不同了，所以他见到诸法是什么？不生。我看到一切法如如不动，本来就没有生，本来就没有灭，本来就没有来，本来就没有去这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这个我们心经里面就讲到这种佛法的智慧当你一个人有了这个大智慧以后，你见到一切法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没有染也没有净心智归寂灭在佛的周围还有很多这个听众有84000人这个时候呢，他们看到这种境界，听到佛如此精彩的开示以后，当下就发愿要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道行他这个就觉得人生在这一生里面我们一定要求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人活得才有意义所以人呢，在这个生活上每天不是为了穿衣吃饭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要有智慧有智慧心里面才能得到清净，有了清净心呢，你才能够得到一个很和谐很安定幸福快乐的净土。佛陀看到大家都明白了他所讲的心净则国土净的道理之后这个时候呢他觉得大家都明白了，都受用了，都发心了，都证道了所以呢便收回他按在地上的神足，于是3000大千世界还归原处从众人眼前消失。你看这个是佛的威德有多大这个是这个神通广大不可思议。那是从佛陀听法的求声闻乘的解脱的32000支天神，以及其他的很多很多的听众，由佛的神力而了彻缘起生灭的道理，产生了对有为法终归无常的认识，体会到求清净断除世间烦恼它的重要性由此呢便得了法眼净的境界。你看这些人听到佛法以后，他得了法眼净的境界所以我们上一次讲说什么叫佛经经就契经，上契知佛之妙理，下化一切众生就是这种佛经讲出去以后，有很多人都能够得到利益。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每个人的福德因缘智慧不同听到佛法是领悟也不同，但是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有因缘听到佛法，他就有收获。另外有8000比丘由于对诸法明白到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西方诸法，所以他就不会去执着的那不执着，当然他就不会受染污了。因此呢
断除了98种烦恼缠缚，内心得到清凉自在解脱。所有人听到佛说法以后都得到妙用。你看看，我们虽然呢没有这种福报，参加当时释迦牟尼佛在说法的场景但是2500年以后，我们读《维摩诘经》，看到那个盛况依然能够听到佛的智慧，我们也为自己庆幸所以有空的话，我们要多读大乘经典我们要常常功夫要接心要常随佛学，功夫在一起。好了，最后呢，我今天的这个结语呢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大家听到佛陀的开示之后，这么多人都开悟了，都证悟了？因为他们呢终于觉悟到心清净的重要性。其实呢，迷与悟就在一念之间。如果心清净了，我们见到一切外境自然清净；如果我们的心被染污了，见到外面的一切人事物，自然而然就被染污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间呢，我们不要怕烦恼，因为其实呢，烦恼也是佛国净土，烦恼即是菩提究其原因呢其实呢，我们自己呢要常常要守住我们身口意三业清净要勤修戒定慧，细密贪嗔痴。那你这个时候呢，你有这个定力，有这个智慧以后你遇到什么事情的话呢，你都不会迷惑其实呢，想明白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就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本来无一物，何事惹尘埃这就是《维摩诘经》的第一品心净则国土净的道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下一个环节呢，我们回答有一些同学的问题。有个同学他说，在这个新冠疫情让人感到很沮丧严重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有些人甚至呢没办法维持生计。他说我现在每天呢心情都很不好他说希望说我们从佛法方面来辅导他们他说在这个疫情影响之下我们怎么样保持这个正念？就是这一次疫情可以感受到这个众生的功业太重了。因为呢，这一次的疫情这个影响面很广，方方面面的，时间也特别长那么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尽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这个佛教徒首先呢，我们不要失望，不管在什么逆境之下，我们都要充满自信，相信有一天疫情会过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改变不了这个大环境，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态。以前呢，我们常常可以去旅游可以去社交可以去购物那么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我们要借助这个阴阳，在家里面打坐、诵经、拜佛、持咒、念佛，或者是写写毛笔字听听音乐，把你心收缩起来，让你心更加安定，多一点时间来陪陪你们家里的人。那么你也可以抽空呢做一些你以前没有机会做的事情这就是你改变不了环境，你只能是改变你的心态还有呢，就是我们心里面呢要常常这样想，凡事都有因果，如是因如是果。明白了因果以后呢，我们要改变环境，就要改变我们的心态。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持五戒，
行十善，我们共同的修行，共同的发心，每个人有这种善念，有这个慈悲心，那么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就会更加的清净。就像我们今天晚上所讲的《维摩诘经》里面所提到的，心净则国土净。好，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呢，我们做一个回向，把我们今天晚上讲经的听经的所得到的一切功德，回向给世界所有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专扬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